我手里的是刚刚发布的 Redmi KPad 2。那作为小尺寸平板的性价比之选 ，Redmi 会如何设计迭代产品呢？那看完这期视频啊，相信会对你的选购带来一些帮助。整体外观相比上代呢要更加简约清爽了。那简约是因为后摄 Deco 设计呢改为这个一体式的火山口，没有断层拼接，看起来就是会简约高级不少。清爽呢是源于机身表面升级为微米级的陶瓷喷砂工艺，不光摸起来更加的细腻舒适啊，指纹油污也更不容易沾染。那光洁度是有非常明显的提升的，并且得益于这个工艺，抗腐蚀性能和耐磨性也有提升，那属于质感和耐久度的双跨越了。顶部开机键新增了指纹解锁，侧边的音量键呢采用了分离式的设计，另外还新增了一颗自定义的 AI 按键，支持一键开启狂暴模式、截屏等功能，还能快捷启动应用。重量实测352克，厚度6.62毫米，相比上代稍微加码了一些。那显然这次是加料了，那具体咱们边拆边聊啊。第一步，关机后取入寂寞全金属一体化机身，拆解从屏幕入手，加热后酒精配合拆机片划开粘胶，打开屏幕，卸下螺丝取入盖板，挑开接口分离屏幕。那这块8.8英寸的 LCD 屏幕，除了保持上代3K 加403 PPI 加165赫兹的豪华组合外，这一次还升级了亮度，实测手动全屏最高724尼特，开启阳光模式最高824，强光激发后呢来到1139尼特。那这个亮度表现可以说是同尺寸最强的 LCD 屏幕了。屏幕背面最显眼的就是这一大块铝合金材质的 VC 均热板，实测面积的接近15000平方毫米，相比上代增加了快3000。采用铝合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减重，并且导热系数比不锈钢更好。VC 表面覆盖有大面积的缓冲泡面，来提升抗跌落和抗冲击性能。中间对应主要发热芯片的区域残留有导热材料，驱动板上覆盖散热膜和抗干扰铜箔，触控 IC 和显示驱动 IC 集成在一起，依旧是联咏的方案。第二步，拆卸主体部分，保持和上代一致的 SOC 中置设计，但这次看起来显得更极致规整。那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塞入更大容量的电池。之前是很明显的一大一小两块电池，现在两块电池就差了50毫安时，几乎是一样大小了。卸下主板上方所有的螺丝，取出所有金属盖板，挑开2个电池接口进行断电，随后挑开主板上的所有接口，继续卸下剩余螺丝，取出上方的2个盖板，即可取出主板。平板的主板肯定是单层设计了 ，PCB 来自珠海方正，采用0.65毫米板材，主板正反两面的屏蔽罩都有铜箔覆盖，主要发热芯片位置涂有导热材料。接口和小元件四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。左侧机身有长边的 Type-C 接口，接口使用黑色胶套保护。去掉胶套可以看到接口来自 LCN 钱德电子，根部呢有做封胶处理。规格依旧是5Gbps 速率的 USB 3.2 近1，支持 DP 视频输出也支持充电功能。打开中间的屏蔽罩，清掉导热材料，吹开罩框，可以看到核心3大件是海力士 LPDDR-VX 的 RAM 加三星 UFS 4.1的 ROM 加天玑9500。那至于实际游戏的表现144赫兹的王者和165赫兹的和平精英都能流畅无感的玩耍。原神同样满帧流畅运行，1%漏帧的表现也非常出色。那即便是1080p 的新铁也毫无压力，42摄氏度的机身温度就能满帧运行。K90 Max 是用风扇带飞天玑9500，而 KPad 2呢，则是靠更大的散热空间以及强悍的被动散热用料带飞。当然不光是这4款游戏，这次 KPad 2还适配了包括三角洲行动在内的5大枪战手游的165赫兹高帧率模式，超高帧率对于 FPS 游戏的收益还是非常明显的。那中框对应主板核心发热区域有散热膜的覆盖，挑开机身上其余的盖板和接口，取出所有排线和摄像头。后摄模组背面贴有铜箔屏蔽电磁干扰，也能加强一定的散热效率。前摄模组使用黑色胶套保护，摄像头的详细信息大家直接看图。取入前摄位置的副板 PCB 依旧来自方正，使用0.5毫米板材，上方机身有第2颗麦克风和整机唯一的环境光传感器。传感器通过黑色胶套保护，接口和小元件四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。取出带 WiFi 天线的盖板，背面还有一块天线小板，对应马达位置呢还有缓冲泡棉的覆盖。
取出另一侧盖板和短边的 Type-C 接口。那不同于上代常规副板的设计，这一次短边的接口改为了柔性 FPC 的结构，接口呢还有额外的金属保护结构，最外侧有黑色的胶套防护，旁边还有一颗底部的麦克风。这么设计的好处啊，一方面可以节省空间，利于其他结构的合理布局；另一方面，接口的防护能力也会有一定的提升。那短边接口采用480兆 bps 的 USB 2.0规格，继续撕下天线盖板上方的散热膜，实测面积呢在2243平方毫米左右。那这块散热膜上代是没有的，结合之前的 VC 面积，这一代整体散热用料是有明显增加的。取出上下两个扬声器，扬声器来自 GTK 歌尔股份，规格方面和上代一样，也是对称式的2016规格，依旧是双音圈方案，内部同样填充有 N-Bass 声学增强材料，只不过这次增加了灌粉量，让整体音腔增加到了2.0cc， 并且还联合了 BOSE 做调音。取出两个 X 轴线型马达，和上代一致，采用横电东磁的 LM0815B 规格，小平板上马达还是能带来不错的震感反馈啊，不管是日常交互的确认感，还是玩游戏的沉浸感都会更好。取出后摄位置的副板，还是来自方正科技，采用0.5毫米板材，接口和小元件四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，上方集成有后置的一颗闪光灯灯珠。最后一步拆电池，两块电池通过4条易拉胶固定，全部拉出后即可轻松取入电池。两块电池都是单电芯单接口设计，总容量9100毫安时，相比上代增加了1600，是目前在座的所有小平板里容量最大的。制造商呢为浙江新旺达，使用新旺达旗下的 LWN 离威新能源电芯。电池的详细参数大家看图，能量密度通过包装尺寸计算，容量多的这块有786瓦时每升左右，容量少的这块呢是784瓦时每升上下，相比上代都有不小的提升。包装内附带了67瓦快充头，实测峰值充电功率58瓦，1到100充电用时77分钟。另外，同样支持旁路充电 Plus 功能，不同于传统的那种直接绕过电池给主板直驱供电的方案 ，K-Pad 2呢可以在保持相同发热体验以及给主板供电的同时呢，还能给电池充电。剩下的后壳总成上还有自定义 AI 键、音量键、开机键和第3颗麦克风，都是通过触点的方式和主板连接。排线延长的部分呢，都覆盖有缓冲泡棉，保证实际的可靠性。开机键的指纹功能是通过单独的 BTB 连接。现在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上代的这个后壳总成的设计，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 K-Pad 2布局上的规整。后壳依旧采用铝皮塑骨方案，电池位置的背板厚度呢接近0.62毫米，属于行业的平均水平啊。通过内侧走刀痕迹可以看出后壳使用 CNC 加工，但考虑到整机的结构强度，还是在内部添加了黑色的塑料骨架。那除电池外，所有零件都是固定在骨架上。主板核心发热区域的散热膜穿过骨架延伸到电池下方，那实测面积在3418平方毫米左右，让整个金属后壳都能参与到主板的散热中来。好了，拆机就到这里，整机有2种，共38颗螺丝啊。那整体拆完给我的感受 ，Realme K-Pad 2的迭代思路极其精准啊。除了常规的性能换代，它把所有的好钢都用在了刀刃上。同尺寸最亮的 LCD 屏幕，最大容量的电池，豪华的散热用料，以及更澎湃的外放效果，外加这颗指纹和自定义 AI 按键带来的高效交互。那最难得的是，这一切加量都是在几乎不牺牲3维尺寸的前提下完成的。透过前面给大家展示的更极致规整的主板中置架构，不难发现 Realme 在小尺寸平板上的结构堆叠能力更加成熟了。如果你刚好需要一台随手拿起就能爽玩游戏、畅快看剧的小平板，那这台 Realme K-Pad 2绝对是当下绕不开的性价比之选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是欧斌，我们下期想拆再见。